你敢相信吗？许多60岁以上的男性默默进行的一个小习惯，竟可能在悄悄损害他们的健康。这个看似平凡，甚至被认为可以收压助眠的动作，就是手淫。很多长辈可能心想，自娱自乐又不犯法，怎么可能伤身体？但泌尿科医生郑重警告，如果60岁后还在犯下面这7个手淫错误，它将成为偷偷伤害您身体的隐形杀手。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我们从未注意的秘密？为什么那些真正懂得养生保健的医生们都在反复提醒这些事项？今天就让我们来揭开真相。先等一下，在进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按下订阅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，因为在这里我们将揭露许多没人愿意谈的健康真相。我也希望知道您是否愿意与我一路同行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影片并深有同感，请在留言区输入1。若您觉得目前没有此困扰，输入0。如果您或您的伴侣正受到类似问题的困扰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我会尽力回复您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关怀长者健康的互助空间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聊聊，为什么60岁以后的手淫会变成一件需要特别小心的事？很多银发族朋友可能不好意思谈这话题，有人觉得那是年轻人才做的事，自己年纪大了不应该。也有人觉得每天来一下，活到99，甚至当成保持年轻活力的秘方。然而事实是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身体构造和年轻时已大不相同。同样一件事，在年轻时也许毫无影响，但在晚年可能就有风险潜伏。我的一位泌尿科医生朋友就说过，不少老先生出了问题来看诊，一问才发现，祸首竟是他们私下的一些习惯。这里头到底出了哪些错误呢？接下来我会以一个真实故事做引子，再一一为您揭晓。我邻居的王伯伯今年65岁，是个热心又爱面子的长者。他太太几年前因病过世了，孩子们也各自成家，不在身边。王伯伯白天总说退休生活很充实，打太极、下棋、种花样样来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他晚上其实过得很孤单。为了排解寂寞和生理需求，王伯伯养成了每天睡前手淫的习惯。他想，反正自己单身，不麻烦别人，这也是保持男性功能的一种锻炼吧。而且他曾在报纸上看到，适度排精有益前列腺健康，于是更加放心大胆，一有空就来，好像把多年压抑的欲望都补回来。一开始，王伯伯觉得这没什么，大不了有点累，他还偷偷觉得自己挺年轻力壮。可是半年后，他开始出现一些异样。首先是小便频频，尤其半夜总被尿意憋醒，睡眠大受影响。接着白天常常腰酸腿软，精神提不起来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。他以为是年纪到了，买了很多补肾的中药和保健品吃，可情况并没有改善。直到有一天早晨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王伯伯在浴室里突然晕倒了，家人吓坏了，把他送医。经检查是短暂心律不整引发的昏厥。医生追问事发时在做什么，王伯伯面红耳赤，支支吾吾半天，才承认当时在洗澡时顺便手淫，结果高潮没多久就眼前一黑，人事不省。这下医生和家人才明白，他长期以来过度沉迷手淫，已经对身体造成了多方面的伤害。王伯伯出院后，泌尿科医生特地为他上了一课。医生语重心长地说，年轻时的习惯不代表老了还适用，您犯了不少错误，如果不及时改正，恐怕身体吃不消啊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王伯伯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一直以为无伤大雅的行为，其实正一点一滴蚕食着健康。他决心痛改前非，按照医生的建议调整生活。不久后，他夜尿次数减少了，人也觉得有力气了，再也没发生过晕倒的意外。这个真实的故事给了我们所有人当头棒喝，该是正视高龄手淫这件事的时候了。60岁以后继续有性生活或自慰并不是罪过，适度的性活动对身心还有益处，但前提是方法正确，节制有度。现在就让我们揭开泌尿科医生总结的7大错误清单，看看哪些坑是王伯伯当初踩过的，
而您又是否中招？许多男性年轻时精力充沛，可能天天都想要，但60岁之后再按照年轻时的频率来，就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过度频繁的手淫是排行第一的错误。有些长辈退休在家时间多了，反而因无聊或孤单而增加自慰次数，甚至一天一次以上，结果身体吃不消却浑然不觉。为什么频率高会有问题？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各器官的恢复能力和耐受力都下降了。年轻人熬个夜，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，但老年人稍微劳累，就可能好几天缓不过来。每次射精对男性来说都像跑一段短跑，会消耗体力，让交感神经兴奋，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。年轻人身强体壮或许没事，但老年人频繁这么折腾，等于让身体反复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，长此以往，身体素质会明显下降，免疫力减弱，各种毛病就找上门来。中医古语也有肾精亏损的说法，意思是过度房事或手淫会耗伤身体的元气。很多老一辈形容过度手淫的人肾虚，典型表现就是腰膝酸软、精神倦怠。这其实跟现代医学提到的过度劳累导致的疲惫状态不谋而合。王伯伯之前每天都自慰，结果白天腰酸腿软、无精打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原本以为吃点补药就行，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最根本的还是透支了身体。更严重的是，频繁射精可能对前列腺造成负担。适度排精确实能帮助前列腺排出积存的液体，有益健康，但过度反而令前列腺反复充血肿胀，增加发炎风险。医生指出，过度手淫的老年男性更容易诱发前列腺炎、精囊炎等泌尿生殖系统炎症，甚至可能出现尿道感染、膀胱炎等问题。王伯伯半夜频尿，很可能就是前列腺长期充血刺激或者轻度发炎导致的症状。想想看，原本想通过多自慰来保养前列腺，却玩过头弄出前列腺炎，那可真是南辕北辙的笑话了。另外，有泌尿科医师提醒，过度射精还可能扰乱性功能的正常运作。很多人以为天天练习就能壮阳，但事实上适得其反。频繁手淫可能导致阳痿或早泄的问题，因为长期高频率刺激会让中枢神经产生疲劳感，对性刺激变得迟钝或失灵。简单说，身体被你操得精疲力尽，该硬的时候反而硬不起来，该挺多久反而撑不住。特别是有些长者平时靠大量色情影片或强烈刺激才能引发欲望，久而久之对一般刺激变麻木，真要和伴侣亲热时反而提不起劲，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。医生建议60岁以上男性应该大幅降低手淫频率，绝不能再用年轻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。一般来说，每周一次或每2周一次是比较适宜的节奏。有医生甚至建议，若身体较虚弱或有慢性病，1个月1次都不为过。这听起来也许让一些习惯频繁的人难以接受，但请记住，这是为了保护您的身体。与其透支健康满足一时欲望，不如将频率降下来，追求品质而非数量。适度的排精仍然有助舒缓压力，改善睡眠和保持前列腺通畅，但关键就在那个适度，给身体多一点恢复的时间，您会发现精力反而更好，腰也比较不酸，夜里起床上厕所的次数都减少了。千万别拿自己的晚年健康冒险，节制一点，才能走更长远的路。接下来要说的错误，是很多男性都可能忽视的，手法太粗暴，年轻时荷尔蒙旺盛，有时贪图强烈刺激，下手比较用力，也许身体还扛得住，但上了年纪后再大力猛攻，很容易造成身体损伤。不少老先生因为多年习惯用同样手法对待自己，结果敏感度下降，疼痛红肿接踵而至，却没意识到元凶就是不当的动作。为什么老年男性更容易因粗暴动作受伤？首先，皮肤组织的脆弱随年龄增长，我们皮肤和黏膜都变得比以前干燥、薄嫩、弹性差，阴茎的皮肤也不例外。年轻时可能铁枪一根，怎么磨都没事，可银发族的皮肤就像纸一样薄，一点强摩擦就可能出现红疹、破皮，甚至微小裂口。您也许不在意那一点点痛，但那些小伤口可能成为细菌入侵的入口，引发感染或发炎。另外，
反复的粗暴拉扯还可能造成阴茎的纤维组织损伤，严重时会引发瘢痕组织，使阴茎弯曲变形，这可是相当麻烦的问题。再者，神经敏感度也会受影响。阴茎龟头部位密布神经，本来是很敏感的地方，如果长期用过大的力度摩擦，可能导致神经末梢的反应迟钝或损伤。很多过度手淫的人后来发现，怎么越来越难感受到快感了，甚至需要更长时间、更剧烈的刺激才能射精，这就是俗称麻木了。王伯伯后来跟医生透露，他最初每天都很快就达高潮，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射，不得不花更长时间，用更大力气，结果造成恶性循环，把身体搞得精疲力竭，却不一定如愿。其实这正是粗暴过度导致神经疲劳甚至受损的表现。有些男性朋友还有错误观念，认为越用力快感越强，一时可能是强，但那是在拿健康换取刺激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您的皮肤已经干裂，却还是不停加压摩擦，短期内可能因为痛觉麻痹反而没那么敏感，但之后留下的是更迟钝的感觉和潜在伤害。还有人追求各种偏激的方式来提升快感，例如使用不适当的器具或道具刺激自己。那些网络上的偏方，什么橡皮筋捆绑、电击刺激等等，千万别乱尝试。年轻人玩这些都可能出事，何况老年人。医生曾分享，有患者因为用绳子捆扎生殖器，结果血流不畅，导致组织坏死，险些截肢。听到这里是不是让人冒冷汗？千万别因一时的刺激冲动，做出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。医生建议60岁以上男性在自慰时一定要温柔对待自己，适当使用润滑剂是个好习惯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的天然分泌减少，干摩擦更容易受伤。使用水性润滑液能减少摩擦伤害，让过程更顺滑也更舒服。如果以前习惯干摩的朋友，请从现在开始改善这个习惯。另外，修剪指甲、取下戒指或手表等坚硬物品，也能避免不小心刮伤皮肤。有伴侣的长者进行夫妻生活时，同样要注意这些细节。不管是自己来还是两人互动，都记得动作放轻放慢。追求刺激不等于拼命用力，可以尝试延长前戏，加强心理投入，这些都能提升快感，而不需要满力。把速度放慢，感受每一步的愉悦，反而可能收获更好的体验，同时也避免一次时间拖太长，强度过大。如果一段时间内无法射精，不妨先休息一下，不要硬磨到底，改天再来并非不可，适可而止才能长长久久。接下来这点听起来简单，却常常被忽略。卫生问题，不少老先生在自慰时没有注意清洁，结果引发泌尿生殖感染，真是得不偿失。年轻人火气旺，抵抗力强，或许能撑过去，但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，更容易被细菌钻空子，一个小小的卫生疏忽，都可能换来痛苦的感染。常见的情形包括自慰前后手部不清洁，想一想，一整天手碰过多少东西，手机、遥控器、门把，甚至刚刚整理花园碰过泥土，手上藏着无数细菌。如果不洗手就直接接触敏感部位，等于把细菌直接送往生殖器，尤其男性尿道口和前列腺管道相连，细菌很容易例行感染。很多男性年纪大了后容易反复泌尿道感染，其实和卫生习惯息息相关。王伯伯就回忆起，有段时间他连续出现尿道刺痛、排尿灼热的症状，去检查医生说是轻微尿道炎。当时他还奇怪自己很注意清洁啊，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常在花园劳作后觉得累了，就在浴室顺手来一下，却没先彻底洗手，导致细菌乘虚而入，真是大意失荆州。除了手部卫生，私密处的清洁也马虎不得。自慰后很多人一滚了之，不及时清理残留的精液和分泌物。精液的成分富含蛋白质和糖分，是细菌的养分。如果残留在生殖器或内裤上，又不立即清洗，很容易滋生细菌或真菌，导致皮肤发炎、瘙痒甚至感染。老年男性本身皮肤就比较干燥脆弱，如果再碰上卫生差，像念珠菌感染这类烦人的问题就找上门了，搞得阴部又痒又痛，非常困扰。另外，很多长者对于润滑的选择也缺乏讲究，有的人为了减少摩擦，随手抓了瓶润肤乳，
凡士林，甚至食用油就上阵。这些东西不是不能用，但也要注意干净与否，以及是否适合长期接触私密部位。有些油脂如果品质不纯，可能含有杂质或香料，残留在尿道口也有刺激感染的风险。更糟的是，有的人干脆拿口水当润滑剂，这是大大的 NG。口水里细菌非常多，尤其口腔本来就有各种菌群，涂到生殖器上无疑大大增加感染几率。临床上就有年长者因使用唾液润滑后引发严重包皮龟头炎的病例，最后不得不求医上药，实在划不来。医生建议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这点永远不嫌晚。首先，每次自慰前请务必洗净双手，使用温水和肥皂仔细清洁手掌、指缝、指甲缝，至少搓洗20秒，确保手上没隐藏脏东西。其次，如果使用任何辅助用具，务必要严格做好清洁消毒。每次使用前后用温水和中性皂清洗，完全风干后再收起来，避免细菌滋生。再来，选择适当的润滑剂，建议使用医疗等级或信誉好的水溶性润滑液。这类润滑液比较温和，不会破坏乳胶，且容易清洗。不要乱用来路不明的油脂。如果真的没有润滑产品，纯水也胜过口水。千万记住，口水不可以。最后，也是很重要的，事后清洁不能偷懒。自慰结束后，应尽快用温水将私密部位洗净，尤其注意清除包皮下或皱褶处残留的精液。一旦身体平静下来，免疫系统短时间内略有下降，更应趁这时把细菌源头清理掉，才不会让坏菌有机可乘。如果当下不方便洗澡，至少用湿纸巾或干净温水毛巾擦拭干净，并保持干爽。内裤也要勤换洗，避免穿着沾有精液的内裤过夜。别嫌麻烦，这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。做好这些小细节，能大大降低泌尿感染风险，让您安心享受而不后患无穷。选错时机来自慰，也是老年男性常见的失误之一。很多人一有冲动就立刻行动，却没想过当下的身体状况与环境是否安全。年轻时或许可以随心所欲，但上了年纪，如果在不适当的时间地点自慰，轻则效果打折扣，重则可能发生危险。首先一个要避开的时机是饭后立即，不少长者饭后闲来无事，可能会产生念头，但我们都知道，饭后需要大量血液流向肠胃帮助消化，如果这时进行自慰，性兴奋会调动血液往生殖器跑，结果肠胃消化不良，肚子闷胀，可能会引起不适。同时，刚吃饱进行激烈活动，也可能引发血压波动，对心血管不友好。正如年轻人都不建议饭后马上剧烈运动，老年人在饭后也应该先休息半小时到1小时，别猴急，地马上行房或自慰。第二，要注意的是清晨刚起床的时段，很多男性早上容易有晨间勃起，加上经过一夜休息，荷尔蒙水平较高，可能一大早就兴致勃勃。然而，清晨也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时间段，因为刚醒来时交感神经开始活跃，血压本来就有一个升高的趋势，如果这时再加上性兴奋和体力消耗，等于让心跳和血压更上一层楼。对于有高血压、心脏病或脑血管硬化的长者来说，清晨剧烈的性活动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一些案例显示，确实有老年人在清晨性交或自慰时突发心肌梗塞或中风的状况，听起来骇人，但值得警惕。因此，如果您清晨特别想解决需求，最好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心血管状况是否稳定，或者选择在早饭后身体各项指标相对平稳的时段再进行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是环境姿势，许多长者喜欢在浴室解决，觉得方便又容易清理，但是浴室通常比较滑，又经常一个人紧闭门扉。一旦您采取站立姿势自慰时过度用力，可能因为突然的血压变化导致头晕目眩，在湿滑地面上摔倒就糟糕了。王伯伯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在热水澡时站着手淫，结果因晕眩滑倒，所幸及时送医，没有造成大伤害，但这种意外随时可能夺走性命。同样的，在狭窄密闭的空间独自进行，万一发生紧急状况，例如心脏不适或跌倒卡住，救援不易及时进入也是风险之一。再者，
有些人习惯躺在床上解决，但如果床边杂物多或空间窄小，激动之下翻滚跌落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总之，环境安全和姿势稳当非常重要。医生建议，老年男性在安排自慰行程时，务必考虑时间和地点的安全性，尽量避开三高时段，刚吃饱后、清晨刚醒以及深夜极度疲惫时。建议选择身体状况良好、精神放松的时刻，例如晚上睡前1小时且饭后消化完毕的时间段，那时候环境安静，身心放松，比适合进行这样的活动。另外，强烈建议长者坐着或躺着自慰，而不要站着，以免突然不适时跌倒受伤。如果一定要在浴室，务必在地面放防滑垫，并尽可能缩短在浴室滞留的时间，最好是洗澡完擦干后出来，在床上或沙发上进行，安全系数更高。还有，事前可以先告诉家人，我要去休息一下，不用打扰，让他们一段时间内不要来找您，避免心理紧张，害怕被撞见。保持身心放松，环境安全，您的体验才会更专注愉快，不必担心意外发生。记住，安全的时机和场所是给自己多一层保障。人到老年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身体机能上的变化。如果忽略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在不该勉强的时候硬撑着自慰，这绝对是一大错误。有些警讯身体其实早就透过各种方式告诉我们，但一旦羞于启齿或自欺欺人，可能酿成大祸。首先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，如果您本身有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心律不整等病史，务必对自己的极限有清楚认知。医学研究指出，性行为对心脏的负荷相当于爬2层楼梯。如果您连爬楼都会喘到不行，或者走快一点就心绞痛发作，那就表示您的心脏不适合激烈的性活动，千万不要逞强。有的长者为了重温年轻感觉，不顾医嘱停药或自行加大壮阳药剂量，结果可能酿成悲剧。如果医生曾经提醒过您心脏功能不好或运动测试结果不佳，那就应该谨慎对待自慰这件事。不是说完全禁止，而是要控制强度和频率，而且随时留意身体反应。一旦在过程中感到心悸、胸口闷痛、头晕恶心，务必立刻停止，不要硬撑到底。就像开车引擎过热亮红灯了，怎能继续踩油门？王伯伯就是没理会自己常常心悸胸闷的信号，一意孤行导致晕倒的例子。再说说前列腺等泌尿问题，很多男性60岁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前列腺肥大或慢性前列腺炎。如果您已经经常觉得下腹胀痛、尿尿分叉无力、夜尿频繁，那表示前列腺处于不太健康的状态。这时过度自慰可能火上浇油，使前列腺更加充血肿大，加剧症状。有的前列腺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仍硬要自慰，结果引起剧痛，甚至射精带血。精液带血是个明显警讯，通常和前列腺或精囊有发炎破裂的微血管有关。如果射出带血的精液，可千万不能装作没看见，默不作声的自己扛着。很多长者一见血，吓坏又害羞，不敢就医，拖延下去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感染或错失治疗良机。正确做法是立刻咨询泌尿科医生，查明原因并接受治疗。在这期间，当然要停止任何性活动，好让发炎组织愈合修复。除了上述2大重点，还有其他身体状况不容忽视。例如，糖尿病患者由于末梢神经感觉较迟钝，伤口愈合慢，更要谨慎对待自慰时的伤口和感染风险。骨关节问题严重的，像脊椎病变或椎间盘突出，则不宜采取让自己腰部用力过猛的姿势，以免雪上加霜。还有一些长者可能刚做完手术，例如心脏绕道、前列腺手术等，术后身体虚弱，更要禁欲一段时间，等医生评估许可才能恢复房事或自慰。总之，了解自己的身体有多重要就不用多说了。医生建议60岁以上的朋友一定要量力而为，别逞强。如果您知道自己有某些疾病，事先咨询一下医生是最明智的做法，别不好意思开口。现代医疗对老年人的性健康相当重视，医生听到您问这些不会觉得奇怪，反而会给您专业建议。例如，心脏科医生可能会根据您的心功能情况建议1周内性活动不可超过几次，或每次不要超过几分钟等。
泌尿科医生也会告诉您，前列腺炎复发期绝对禁止射精多久，以免恶化。而如果您在自慰过程中出现任何异常，如胸痛、剧烈头痛、肢体麻木、射精带血、阴茎疼痛剧烈等，都应及时就医，千万不要碍于面子隐瞒病情。与其事后进医院开刀住院，更不如一开始就小心为上。另外还有一点，现在不少长者会自己购买伟哥或各种壮阳补品来助兴，但是药物使用务必要谨慎。如果没有医生指导，乱吃壮阳药可能导致血压骤降、心律混乱，非常危险。特别是服用过心脏病硝酸甘油类药物的患者，绝对不能与威而钢类壮阳药并用，否则可能血压降到致命。也别轻信来路不明的民间补肾壮阳药，有些含西药成分更危险。记住，了解自己的限制并遵从专业建议，比盲目逞强要明智得多。性话题在我们传统文化里一直比较避讳，尤其老年人自慰更是少有人谈及。许多长辈因此对自己的生理需求怀有强烈的羞愧感，觉得这是见不得人的脏事。这种心理包袱其实本身就在无形中伤害着老年男性的心理健康，甚至影响到生理功能。先说羞愧感带来的压力，有些老人家每次忍不住自慰后，心里就懊悔自责，觉得自己不正经，对不起已故的伴侣或有愧于信仰。这种罪恶感积压久了，容易导致抑郁倾向，觉得自己孤独又下流。心理学上有所谓自我污名效应，指的就是个人因从小接受的观念，把某些行为贴上极负面的标签，一旦自己做了，就不停责备自己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老一辈很多人从年轻时就被灌输手淫伤身败德的思想，什么10几岁手淫、掉头发、瞎眼睛之类的吓唬话语不绝于耳。他们年轻时也许战战兢兢，没敢尝试，但到老年反而因机缘或生理需求开始了，内心自然充满煎熬。一方面生理上得到快感舒缓，另一方面精神上深深谴责自己。长期处于这种拉锯，您想怎么可能身心健康？压力荷尔蒙飙高，反而可能引起血压升高、睡眠品质下降等身体问题。很多长者因此陷入失眠、自慰又懊悔，更失眠的恶性循环，日子过得郁郁寡欢，健康每况愈下。更糟的是，这种羞愧心理常导致隐瞒和逃避，哪怕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身体警讯，例如尿痛、血精、性功能障碍，许多长者也不敢告诉医生实情，害怕被嘲笑或责备。有些人甚至连子女都不敢说自己的困扰，只能偷偷上网查偏方乱治，结果延误病情。这种压抑隐忍的态度，其实比问题本身更可怕。试想，一个人连自己正常的生理需求都无法坦然面对，心理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很可能引发焦虑症或抑郁症，心理健康受损，生理上也会跟着垮，毕竟心身是一体的。还有另外一种心理问题是过度依赖，这听起来和羞愧相反，但其实也与心理空虚有关。有些老年男性孤身一人，缺乏伴侣关爱或子女陪伴，于是把自慰当成唯一的安慰来源。他们可能并不为此感到羞耻，反而觉得反正我老了，就这点乐趣。可是长期下来，容易陷入沉迷。心理学上来说，这其实是用性快感去填补情感空虚，但性快感毕竟只是短暂的生理刺激，无法真正解决心理寂寞。结果越寂寞，越想靠自慰麻醉，形成成瘾行为。一旦成瘾，不但生活作息被打乱，例如一天好几次，很多时间沉浸在色欲中，心理上也会越来越孤僻，与真实社交脱节。甚至有人因长期沉溺于色情影片和自慰，出现类似年轻人那种色情成瘾症，对现实中正常的人际交往失去兴趣，这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质是极大伤害。医生建议，首先长者们要明白，适度的性需求并不丢人，这是人体的正常本能，不因年龄而完全消失。60岁以后仍有欲望，其实恰恰说明您身体还硬朗，内分泌功能正常，这是件健康的表现。不要被过时的观念束缚，认为上了年纪就不该有任何那方面的想法。事实上，医学界早就肯定了老年人维持适度的性生活对身心都有益，例如改善睡眠、舒缓焦虑、
促进盆腔血液循环等等。所以，请抛开不必要的羞耻感，您完全可以坦然看待自己的需求，正确做就无可厚非。如果实在放不开，不妨找专业心理咨询聊聊，重新建立健康的观念。其次，要学会求助和沟通。假如您在这方面遇到困扰或健康问题，勇敢地和医生交流。医生是专业的，不会嘲笑您的隐私，他们见过各种案例，只会关心如何帮助您解决问题。甚至，如果您和子女关系融洽，也可以适度让孩子知道您的困扰。现代年轻人其实比您想象的开明，他们宁愿帮您预约专科医生，也不愿看到您独自苦恼。千万不要闭门造车，听信偏方，什么民间流传喝某种中药戒色、扎针灸断欲，既无科学根据，又可能伤身。真正需要的是从心理上解除心结。或许您可以透过宗教信仰寻求宽恕感，或参加长者社团丰富生活，这些都有助减轻对自慰的愧疚和依赖。培养其他兴趣嗜好也很重要，例如运动、书法、种花、与老友聚会聊天。当生活充实了，性欲自然不会成为全部焦点。把自慰降格为生活中普通的一环，而非羞耻的秘密或唯一的寄托，那么心理压力就能大大减轻，人也更开朗健康。最后一项错误，我们其实在前面多处都有所提及，那就是过度沉迷上瘾。有些老年男性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自慰和幻想上，让他喧宾夺主，取代了原本生活中其他美好的事物。这不仅损害心理健康，也间接影响身体状况。我们单独拎出来强调，是希望引起大家对生活平衡的重视。人到晚年，本该享受天伦之乐，发展兴趣爱好，闲适地度过每一天。然而，一旦沉迷于某件事情，就容易本末倒置。自慰成瘾的长者，早上睁眼第一件事想到的是看片子或意淫，晚上睡前离不开来一下，每天脑海里充斥这方面的念头，别的活动都提不起兴趣。长期如此，生活圈子会越缩越小。朋友约您出去散步，您嫌无聊，想快点回家看色情影片，孙子来看您，聊不了几句，您就心不在焉。原本老年生活还有很多丰富的可能，却被自己关在狭小的欲望世界里，实在可惜。此外，生理上的恶性循环也会让成瘾者更离不开自慰。过度射精导致体力下降，精神萎靡，结果白天没精神出门活动，生活变得更单调，又增加了继续沉迷的机会。身体越虚弱，越没有力气去尝试新鲜事物或社交，只能待在家，结果又回到色情刺激中寻求快感，如此循环让人每况愈下。有些研究指出，缺乏社交和爱好的老年人，认知功能下降和抑郁的风险都更高。如果一个人生活内容只剩下自慰，长期独处不与外界互动，大脑得不到新的刺激和挑战，可能更容易失智或抑郁。想想看，一天到晚看那些重复的淫秽内容，对大脑来说也不是什么好的刺激，反而可能因过度多巴胺刺激带来成瘾性的愉快空虚，之后越发感到孤独荒凉。医生建议老年人要为自己的生活定下丰富多彩的主旋律，别让自慰这件事抢了风头。您可以适度的享受性带来的快乐，但千万别让它成为生活的唯一亮点。我们活了大半辈子，世界之大，还有很多值得去体验，不妨给自己规划每天、每周的活动时间表，例如固定出门散步、公园打拳、去社区大学上堂课、学烹饪新菜、参加志工服务等等。当您安排了充实的日程，就不会无聊到整天只想着那点事。此外，多和家人朋友互动，即使子女忙，也可以主动打电话关心他们，或者养个宠物相伴，心思投入在情感交流上，性欲自然就不会无限放大。一旦您发现自己有些沉迷迹象，比如无法控制地频繁自慰，一闲下来就忍不住看黄色内容，那请务必警醒。可以尝试设定一些限制，例如规定自己一周只允许看多少次影片，或把特定自慰时间以外的时段安排满，避免无聊。如果自制力还是觉得难，可以寻求心理专业人士协助，帮您戒除这种成瘾行为。千万别认为反正我都这把年纪了，爱怎样就怎样吧。晚年更值得用心经营，因为我们终于有时间好好对待自己。
让性生活，包括自慰，成为生活的调剂，而非全部。您会发现人生豁然开朗，身心都更健康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60岁后手淫的7大错误。第一，频率过高榨干了身体。第二，动作粗暴导致损伤。第三，忽视卫生引发感染。第四，选错时机，环境埋下风险。第五，忽视病情警讯导致隐患。第六，羞愧自责压垮心理。第七，过度沉迷压缩生活。这些错误是不是很多都出乎意料？也许您中招了1-2项，也许您全都幸运避开了。不管怎样，现在您已经了解了这些潜藏的风险，就是给自己的健康上了一道保险。各位朋友，请记住，手淫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错误的方式。正确的对待自己的生理需求，您依然可以在银发之年享受适度的幸福，同时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开朗的心情。真正的养生之道，不是盲目禁欲，也不是放纵无度，而是在了解自身情况后，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您有伴侣，且双方身体允许，适当的夫妻生活更是黄金般宝贵。千万不要因为害羞或误解而避之不谈。不论是夫妻生活还是自慰，都应该以健康安全为前提，以身心愉悦为目标。现在，我想邀请您做一个健康小约定，从今天起，好好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。如果您发现上述哪一点自己中招了，别气馁，也别不好意思，立刻采取行动来改善。例如，把频率降下来，买一瓶好用的润滑液，睡前按时吃药控制血压，或者明天就出门参加个社区活动等等。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的健康投资。我相信您一定希望自己晚年生活过得充实又安心，而不是被莫名的小问题纠缠。那么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避开这些隐藏的陷阱，选择一条更聪明的道路。最后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。如果您觉得这段分享对您或身边的长辈有帮助，请帮我们点个赞并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受惠。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想法或疑问，我们会持续提供您所需要的知识和建议。祝福所有的叔叔伯伯们都能健康快乐，老当益壮，既享受生活的甜蜜，也守护好自己的身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请继续期待更多实用的健康话题，保重身体，天天安康。